你知道吗？在美国啊，同样的一笔资产呢，有人传承给孩子要被扣40% 的税，有人呢却让孩子1毛钱税都不用交。差别呢不是运气，也不是收入，那而是你懂不懂得规划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真相：你赚到的钱不一定能够留给下一代，但是你规划好的钱一定可以。而真正影响传承结果的，不是你有多少资产，而是你选用了什么工具。有的人靠了一张保单呢，用小钱换成大额的免税传承；那有人呢就把股票留给孩子，结果孩子继承这些股票遗产的时候呢，就不用交税。那也有人辛苦呢拥有了房产30年，最后呢孩子却因为税啊、买卖房产啊、过户的这些问题呢搞到了崩溃了。如果你想要为下一代留爱不留税的朋友，这支影片非常的关键。大家好，我是 Judy， 在这个频道里面呢，我会用简单的方式帮助每一位在美华人在美国聪明生活、安稳退休、圆满传承。今天我们要比较3种常见的传承工具：人寿保险、股票和房产。哪一个呢是最省税的？哪一个呢最好传给下一代的？哪一个又能做到了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效果？我会从税务的效应、传承便利性、以小换大的效果、风险和成本，最后是资产流动性5个角度呢做一个全面的比较。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3个传承的项目。第一个呢就是人寿保险。美国的人寿保险呢不一定是美国的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才可以购买，外国人也是可以购买的。而且美国的人寿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在美国呢，人寿保险其实有2大类啊。第一个是 term life， 就像租房子一样，很便宜，但是呢它有固定的年限，20年、30年，期满就结束了，也没有太多储蓄的功能。如果你是为了传承的话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一定在保障期内走，所以不一定能拿到理赔。而一般的 term life insurance 呢，它能接受的投保年龄就是70岁到75岁，即便是你在65岁的时候购买了一个30年的定期寿险，并不代表这个保障呢能保证到95岁。那相反的呢， permanent life 就是终身型的寿险呢，它是一辈子的保障，它保证不管受保人什么时候死亡，保险公司一定会理赔的。而且有些产品呢会有现金价值。那美国终身型的寿险呢，包括有4大类啊。第一个就是 whole life，这个终身寿险。在这里先解释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呢他还误认为 permanent life 就是 whole life。事实上呢 whole life 呢只是 permanent life 的一种而已。就像我们买了一台 Toyota Camry， 那么 Camry 呢也只是 Toyota 这个牌子的其中一个 model 而已，它并不代表 Toyota 它只有 Camry 这一款。Whole life 的现金价值呢是稳定成长，而且呢也有 bonus， 但是呢这 bonus 不一定是保证的。每一年呢它的保费是固定的，但是呢保费一定是要按照保险公司规定的年数来缴，一般来说呢就是要缴一辈子了，或者是20年，而且保费呢比其他的终身寿险要贵很多。虽然说它可以传承节税，而且呢保证现金价值，但是呢保单借款利息很高啊，一般不适用于做免税的退休计划。那第二个呢就是 universal life， 所谓的万能寿险，它这种保费的保额呢可以调整，那现金值呢是依照了利率的变动，现金值的累积呢通常是很少，甚至是没有。那第3种呢就是 index universal life， 就是指数型万能寿险。那它的现金值呢跟随着这个指数的增长，不会因为市场下跌而减少，它有保底的功能，成长的潜力高，但也有可能它是会有封顶。那高净值的人士呢可以用来做一个免税的退休和传承。那第4种呢就是叫 variable universal life， 它其实是介于投资和人寿保险之间的一个产品。那大部分的保费呢它会投入到的一个投资的选项叫 sub accounts。 那这些选项呢就有点像是我们买共同基金一样，涨的时候报酬高，它跌的时候也可能现金价值就缩水，它保费的弹性很高，就像 universal life 或者 index universal life 一样，保费呢可以调整，但是长期呢要确保了这个现金价值足够了支撑了保单的成本，不然保单可能会失效了。那这种呢是适合懂投资、能够承受了市场波动的人，因为现金价值跟市场走，所以对于不想承受亏损的人，或者是高净值人士呢，他希望稳定传承人就不太适合了。那第2种这个传承的工具呢就是股票了。很多华人在业余的时候呢他喜欢炒股票，一方面是美国的股票市场呢它稳定的成长，而且呢金融市场的这个法规也很严，还有就是世界一流的企业呢也大多在美国，所以高净值人士他会把一部分的资产呢投资在美国股票里面。那有股票传承的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就是灵活，它的活动性很高，而且呢如果股票投资做得好，资产增值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呢
股票本身它也有风险的，有可能是亏损，甚至于血本无归了。那最后一种呢，常用的这个传承的工具呢，其实就是房地产了。中国人呢都很喜欢投资房地产，一方面呢是租金进来呢，他感觉上心里比较踏实，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另一方面就是房子呢可以增值，那买来的时候租了几年之后增值再卖掉。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有一个叫1031交换 1031 exchange 的一个税法呢，就是让投资人呢可以小房换成中房，中房换成大房，而终身呢投资不用交税。还有呢，就是投资房地产呢，也可以利用贷款，比如说你有100万可以投资，想买100万的房子，但是呢，你可以放20万作为首付，然后呢，另外的80万呢申请贷款，那么你的100万呢就可以投资在5个不同的房子，每一个房子放20万的首付，剩下的钱呢就可以透过银行做贷款。而且现在有一种贷款就是利用租金的收入来帮忙付贷款的，那每年在税务上呢也有抵扣，只是说它管理成本比较高，而且它比较耗时间，那资产的流动性也会比较差一点。万一需要钱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花时间去变卖房子，而且呢，如果你需要的资金不多，那也不可能说只卖房子的一部分来换取现金。那现在很多的贷款方案呢，其实是适合买房出租的朋友，或者是外国人，有些外国人也是可以在美国贷款，如果他们想买房子的话。美国呢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国家，所以在传承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要了解美国传承相关的税务。那么在比较传承工具的同时呢，我们先把美国最常见的4大传承相关的税务讲清楚。第一个就是说，当你买进的股票啊，或者是房产升值再卖出，那中间呢如果有获利的话呢，它必须是要交一个资本利得税的，就是 capital gain tax。那如果这个资产拥有超过12个月呢，就属于是长期资本。那长期资本税率呢，在美国来说就是0、15到20，这个税率多少呢，是要看个人收入而决定。但是如果传承后呢，下一代卖出这个房子呢，可能完全都不用交税了，因为呢有一个 step up basis。 什么叫 step up basis 呢？这个就是调整后的成本，就是说当一个人过世之后呢，他的资产比如说股票啦、房地产啦，他在转给继承人的时候呢，这个成本呢会重新的调整到当日的市价。用一句话说，就是说继承人在卖掉资产的时候呢，只需要为过世后的增值付税，而不需要为原本持有人一辈子的增值付税。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爸爸当年买的股票成本是10万块钱，他过世的时候呢，股票市价变成30万了，那新的成本呢就变成了30万块，叫 step up。 那子女如果隔天卖掉的话呢，也是以这个30万作为一个成本价，完全不用资本利得税了，因为它没有增值。那第二个跟传承有关系的税务呢，当然就是遗产税了。那当一个人过世了之后呢，他所有资产的总额呢会被算入做遗产，那所有的资产就包括了现金、股票、房地产、保险和古董等等。那2025年呢，美国的联邦遗产免税额呢是1399万，但是不要忘记哦，不同的州呢它还有州的遗产税，而且呢这个遗产税呢，人过世之后9个月之内呢，他必须是要现金的支付。那如果延迟申报的话呢，罚款呢就是未缴税款的 5%， 每个月累积一直到上限。那上限呢通常呢就是未缴税款的 25% 为止。如果是已经申报但是未缴纳遗产税的话呢，那罚款就是每个月未缴税款的 0.5%。 所以说呢，延迟申报呢比未缴税的罚款还要重。那遗产税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缴哦，只有死者呢他的遗产呢超过了联邦的免税金额，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2025年是1399万，或者是超过了这个州的遗产税才需要缴。但是呢，即使缴税的金额为0的话，如果没有按时提交的706表格呢，还是有可能要支付了这个延迟的申报罚款。所以说再三提醒一下，不管需不需要呢缴遗产税的话，都必须要申报了706表格。那第三个跟传承有关的税务呢，就是赠与税了 gift tax。 去世了之后给叫做遗产，活着的时候给呢是赠与。那很多人都喜欢把自住房加孩子的名字，或者说投资房呢转给孩子，或者是呢帮孩子买房子。其实这些做法呢就是生前把资产送给孩子了，有赠与税的问题了。2025年每一位的捐赠人呢可以捐赠了19000块钱，而不需要缴赠与税。已婚的夫妻可对同一个受赠人呢合计赠与了38000块钱。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哈，如果是赠与的全额它超过了19000块钱这个额度的话呢，那赠与的人呢他就必须要提交一个叫709的表格。那但是呢，提交这个表格并不是代表说你就是要交税，它超出的部分呢其实会从你的终身免税额里面扣除。那终身免税额呢与遗产税就会共用了这个1399万元的额度了。那最后一个呢跟遗产有关系的税务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step up basis。
这个呢是传承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税务优惠之一。那前面呢已经解释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在这边介绍。我们前面聊了4个跟传承有关的税务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聊了5个重点，在传承时候应该考虑和3个工具的优缺点。第一个呢就是从税务的角度来考量了。那人寿保险它的死亡理赔呢是100%的免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如果说这个保单里面呢它有现金值的话呢，也可以利用贷款的方式拿出来，也是免税的。那保单本身呢它不需要 step up basis， 因为保单死亡理赔本来就是免税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股票继承的时候呢，它有个 step up basis， 即使你买10万块钱股票涨到了100万，那孩子收到的时候呢，这个成本直接就从10万变成了100万，出售的时候几乎是不用缴税的。那当然啦，如果生前的时候卖掉的话，还是需要缴资本利得税的。那第3个呢就是房产方面了。那房地产方面它税务的优势呢，它也有 step up basis， 而且呢可以用1031交换的方式呢换房子，就可以终身的免税。但是出租房卖掉的时候，它有一个折旧的回收，叫做 depreciation recapture。 那 depreciation recaptur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房东每年可以向 IRS 申报这个折旧，那折旧呢会降低了当年的课税所得。但是呢在卖房子的时候呢， IRS 又会要求把之前抵过的折旧抓回来课税，这个呢就叫做 depreciation recapture。还有不要忘了，有些州呢它有州的遗产税，或者是州或者是有些城市呢它会收取所谓的叫 transfer tax， 就是过户税，或者是 mansion tax， 这个豪宅税。所以这房子呢在不同的州会有不同额外的税，要特别注意。第二个要考虑的事项是传承时候的便利性。首先呢是人寿保险，那人寿保险应该就是属于最快最简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受益人他只要填好了表格，那提供了这个死亡理赔之后呢，大概1-2个礼拜之后呢，保险公司就会拨款了，所以可以直接给到了指定的受益人。那而且也不需要经过了 probate， 不需要这些复杂的手续啊，像比如说要卖股票啦、卖房子啊来传承。那股票传承的时候呢，他就要跟账户所在的这些证券公司提供一些证明，还有索取一些表格。那过户的程序呢，一般是1-2个月左右。那如果有股票的朋友呢，要记得跟证券公司申请一个叫 TOD Transfer on Debt。如果在账户里面有这个 TOD 的话呢，以后呢才能避免了 probate 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如果没有放在 trust 里面，就会有 probate 的问题。什么叫 probate 呢？ probate 其实就是一个法院帮你确认的遗嘱，还确认你的这个所有的财产和你的继承人是谁的一个程序。那么这个是一个耗费时间、耗费金钱，而且呢会公开了私人隐秘信息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呢是房产的继承呢，过户啦、处理贷款啦、租客管理啦，这些手续也很复杂。最主要是孩子们可能都不想要接手管理这些事情。我就认识了一对夫妻呢，夫妻2个人呢，在过去30年之内呢，买了70几栋房子出租。那到现在要到退休年龄了，先生坚持要把房子卖掉，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做退休，可是太太不肯。太太觉得这些房子呢，都是他过去30年慢慢累积的，就像他的 babies 一样了，他舍不得卖掉。那最主要是他们的孩子呢，也再三的强调说他们是不愿意接手这些出租房的。那其实像这种情况呢，就发生在很多华人的家庭哈，父母买了很多投资房，自己以后想退休养老，或者说以后想传给下一代，但其实我们不要把我们这一代想法强压在下一代上面。那第3个要考虑在传承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是以小换大的效果了。哪一种工具类比较好呢？其实一般是人寿保险，它的杠杆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投保人的身体越好，年龄越年轻的话呢，它的保费就越低了，那杠杆的效果就会更好了。有可能是5到10倍不等。而且我们刚刚说过了，美国人寿保险它的性价比其实是全世界最好的。那么它还有一种专门就是为了要传承设计的一种保单。那从股票来说呢，其实它没什么杠杆。当然呢，长期靠市场的成长，有好的投资经验的话，也非常有可能是可以把这个资产扩大的。那房地产呢，它其实是可以用贷款了来放大了这个资金，就是我们刚刚说过，透过了银行哈，我们放了20% 的首付 down payment， 然后其他的80% 是利用银行的力量来把资产扩大。那第4个在传承时间要考量的这个因素呢，就是风险和成本了。那人寿保险基本上的成本就是它的保费，那至于说它的风险呢，也当然也取决于说你买什么样的产品。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可能 whole life 它的这个保费特别贵，而且呢它的这个保费要付一辈子或者是保险公司规定的这个固定年限，那比如说20年。所以呢一旦呢你有1个月忘了缴保费的话，那这个保单很可能就断保了。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很多人会顾虑到说，这个保险公司靠不靠谱？那这个的确也是一个风险之一啊。那美国的保险公司呢，它主要是有4家第三方的公司做一个评估，那他们主要呢是评估了保险公司的理赔能力啦，
啦，还有整体的这个财务状况啦，还有风险管理能力和负债结构等等。而且保险公司之间也有互保的关系，那遇到比较大额的保单呢，他们彼此都会互相的保障，而且每一周都有所谓的 State Guarantee Fund 出来担保。成本的话呢，也当然是要看是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呢，越年轻越健康的时候购买这个人寿保险呢，成本当然就越低了。那有些保单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它专门为传承而设计的，相对的它的成本就会低很多。那股票这个风险呢，大家也都知道的，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呢，其实是股票的最主要的风险。短期之内呢，它不会有以小换大的效果，而且呢，投资股票的另外一个风险呢，其实呢，它就是一个考验人性，因为不是所有的投资人呢，他都有投资的能力，还有就是说他有长期投资这种自制力。那有些人他操作股票太频繁，不但呢错失了可以长期增长的机会，而且短期的资本利得税和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可能呢就去掉了他们投资利益的一部分了。那我们再讲讲房地产的这个风险了和成本。房地产它也有市场的风险了。那在美国投资房地产呢，当然也要看整个经济的情况，不是随时就可以买卖，而且呢要花大量的时间呢去整理房子。还有就是美国有很多州呢，它其实都是保护房客的。如果房客不交房租，不肯搬出去的话呢，房东很可能都要让他免费住几个月才能搬走。那另外就是有的房客呢特别的挑剔，房子有些小问题呢，他就要求要修这个修那个。还有就是租房子的时候呢，也有可能遇到空屋的时间，那么还要花时间去找新的房客，筛选房客，这些的这个时间成本呢就很大了。另外呢，就是说每个月呢，它有固定的维修费啊、保险费啊、管理费啊，还有房屋税这些等等，都是的基本的这个成本。那还有就是卖房子的时候呢，我们还要付手续费给律师、给中介的这些佣金，这些呢都是成本的一部分。那最后一项呢，要考虑呢就是传承工具的这种资金流动性，股票里的流动性就最高了，想卖就卖，那现金到位也是最快的。房产的流动性其实最差的，因为卖房子的时候需要时间，那相对的费用会比较高，那继承之后呢，也不一定呢会立刻的变现。而人寿保险来说呢，从资金的这个流动性方面是属于中等的，但是它是最稳定的。那因为人走了之后呢，肯定保险公司就要理赔，速度呢会比卖房子快，比股票呢更可以预期。但是人寿保险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现金值呢必须是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10年到15年才能够看到了复利的效果。那说了这么多呢，现在呢我给大家总结了3大工具的优缺点，用我刚刚说的5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做个比较。首先呢，从税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寿保险呢，它的理赔呢，在税务上的优势就是死亡理赔呢是免税的，现金价值呢可以避税。那股票这方面是人走了之后有 step up basis， 长期的资本利得税也比较低。那从传承的便利来说呢，保险是最方便的，因为它不需要处理股票和房产了，那只要提供了一个死亡证明，填写表格就可以了。那股票这方面呢，账户呢它需要转换给受益人，填一些表格，还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房产呢就是最麻烦的，那可能会有一个 probate， 因为如果房产不放在这个 trust 里面的话，而且处理的过程呢，它会牵扯到房客啊，还有一些过户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以小换大的效果，人寿保险的杠杆应该是最大的。刚刚说过了，越年轻买的时候，它杠杆就越大了。股票的话呢，当然如果买到好的股票，持有的时间很长，也是非常有可能达到以小换大的效果。那房子呢，就要看地点和市场的情况，一般来说暴涨的可能性会是比较小的。那第4个呢，就是成本和风险了。保险的成本呢，其实它就是保费，确定保费有按时的交，那只要保单在，保证理赔，那几乎是没有风险的。股票方面呢，它的这个成本呢，就是现金的投入嘛，风险呢就是股市的波动。那以房地产来说呢，它的成本呢就是要准备好首付，以后的这个地价税啦，还有这个维修的成本啊，还有折旧啊，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个成本。那风险就是说房市的走向和整体的经济情况了，和小区发展的方向等等，这都会影响到房价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资金的流动性，股票呢是最高的，保单的现金价值可以借，但是保单早期的时候呢，也没有太多的现金价值。希望今天的影片呢，对计划传承的朋友们有帮助。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呢，请点赞、转发，也欢迎您留言分享您对传承的看法，或是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我们下个影片见。